从23年第一款新川奈奈发布，再到去年的铃芽，历代产品中魔女的元素和可爱的体态形象就让我重点关注。如今补款大货到手，素质到底如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由次元巨响出品1:12可动人偶见习魔女新川猫猫。先看外包装，包装正面有角色的峰会，形象非常像一张扑克牌，不知道之后的作品是否会有联动关系。产品总共有红发和黑发2个配置，我都买了，区别仅在于黑发版本中附赠了更多的配件，除此之外内容基本一致。外包装方面就可以看出黑发版本的盒子更厚一些呀。打开包装过后可以得到2本说明书，在封面上用文字备注出了区别，然后是一张下一款产品魔音天使新川猫猫的小卡片。从塑封包装上就可以看出2款模型的第一版内容基本配置是相同的，而在黑发版本这边会多出1版配件，其次则是相同的地台和附赠的关节部件。2款主体打开过后可以看到红发版本这边除了关节防蹭色的薄膜会多一层薄膜，因为在涂装方面红发的腰部和大腿位置是使用到了肉色涂装，为了避免运输蹭漆会更加重视包装保护。2款主体除了在头发颜色和腰部、大腿部分的涂装区别之外，在造型上基本一致。以黑发版本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表现。先看头雕，模型的全身包括肤色都覆盖了漆面处理，在头发部分用到了黑色与灰色进行渐变涂装，增加其层次，甚至在小辫子的位置也做出了双段分件进行涂装处理，让质感显得更强。虽然锐度不是特别高，但美型相对不错。模型的脖子和腰部为了美观，所以使用到了一体的设计，在背后也有相对应的花纹处理，造型我觉得是挺漂亮的。在胳膊处的服饰也勾勒出了衣服的自然褶皱，显得更加真实。在手臂环与腿环上都使用到了金属涂装的零件，锐度是很高啊，和衣服做出了质感上的区分。臀部、大腿和大腿上的服饰部分也加入了渐变涂装，对模型的阴影与高光处做了处理，质感和做工上很讨喜。上一款铃芽是肤色方面的表现非常出彩，而这一款则是在衣服上下了很多功夫，高跟鞋也使用到了分件处理，让颜色区分更加强烈规整，并且造型非常漂亮。可动方面因为是一体件，所以在脖子处的左右和前后的摆动幅度一般，但模型是提供了一个脖子替换件，做出了应对方法，一会儿给大家展示。肩部的平举能够到90度，大臂有平转关节，曲肘幅度超过90度，能做到摸耳朵和扶腰的这种基本造型。手腕处的袖口服饰有单独的旋转可动，同时零件是可以取下来的，排除袖口零件的造型阻挡，手腕的球冠能够做到基本的前后浮动和旋转。模型的主要旋转和侧摆主要来源于胸部和腹部的连接，向后仰时加上腰部用力可以达到这个幅度，前埋的话可以到这个位置。大腿处可以下拉，侧踢能够到90度，前踢和后踢的幅度均有90度左右，表现不错。大腿处于平转关节，膝盖虽然是双关节，但因为有裤子造型的影响，所以在曲肘的时候表现非常一般，但也能到90度。腿部向后向前的幅度很大，斜切关节也有一定的接地性，接地幅度相当夸张了啊。再来看一下配件，红发版本除了本身附赠的微笑脸以外，有一个哭泣脸、一个张嘴脸型和一个生气脸，而在黑发版本中也有基础的眨眼脸、吐舌头脸型、嘟脸生气脸型和挑衅脸。同时2款模型都附赠了3个不同的眼球替换件和1对关节替换件。2款版本的手型除了基本的张开手，有1对比心手、1对放松手、5指微握手和2个不同尺寸的握持手。接着就是一个脖子的替换件，使用时需要将本体的脖子取下，零件通过装孔的形式连接，装上头部过后则可以让模型体现出一个向上看的趋势。替换件的脖子也有一定的可动性，并且这个状态下的造型是非常可爱的。其次是一个3段关节连接的尾巴，通过模型背后的插孔即可进行安装，安装过后是非常稳固的，像这种直接提着尾巴也不会出现松脱的情况发生。最后则是2款新造型的小魔棒。看完通用造型配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黑发版本中多出的一套配件。首先是一个扫帚和法杖，扫帚的整体也使用到了阴影喷涂，并且在宝石部分使用到了金属漆，整体的造型相对于还原木质更加有魔法的临近感。法杖的根部品红色的蝴蝶结在涂装上和本体做出了区分，中间的杆子是金属的啊，同时法杖的根部可以拔下来和扫帚连接在一起，即可达成魔法扫帚的完全体。除了造型非常漂亮之外，整体的大小基本和模型同高。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带有小翅膀的裙摆，裙摆上的翅膀翼膜使用到了透明件外加珠光色的涂装形式，在钩爪处则是使用到了金属红。整个裙摆的造型无论是红色或者是藏青色都做出了阴影喷涂的区别，并且在翅膀的根部有轻微的可动，通过模型背后的孔位即可达成安装效果，尾巴也能同时装在背后。这个造型可爱你。其次是一个猫头造型的魔棒，和通用配件中的星星魔棒大小和涂装基本一致，这边可以看一下区别。然后是一个魔法提灯，提灯的表面使用到了珠光蓝色进行喷涂，让整体造型显得更加绚丽。最后就是这个非常适合魔导师的魔法帽了，帽子的整体造型做出了布鸟该有的褶皱和阴影构架。涂装因为是分件的缘故，所以整体精细度非常完整，在内部也可以看到分件形式。安装时需要取下一边的头发，然后直接把帽子扣上去就好，并没有采用之前用到的磁吸形式啊，只是单纯的耷拉在头上，但是稳固性不错，左右摇摆都没有松动的情况，只是说你不能抬头，不然就直接掉下来。最后总结一下，多款作品的积累下来，新川猫猫在外观和造型上的表现属于这个风格系列的独一档。虽然是为了美观和一体性牺牲了极限的可动，但本身的可动并不逊色。黑色版本在配件的加持下，让造型表现和可玩性有了质的飞跃。虽然面雕表情已经非常优秀，不知道在未来的企划中会不会加上可动眼的设计？那你觉得这款模型如何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分享你的看法，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求3点关注，你的鼓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是猴鸡喵，我们下期再见。